而且现在玩手机玩的，他精神都有问题了。我怎么精神就有问题了？你别瞎说才精神才有问题呢。啊！你看这姑娘，他现在就老是有幻听啊，走路上然后突然就把手机掏出来说有人给他打电话，明明屏都是黑的。你没有能力养老婆养孩子，是你的岳父岳母承担这一切。你为这个家庭，你不应该付出吗？你口口声声说爱他，你为了他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吗？男嘉宾小刘24岁，来自湖南，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罗25岁，同样来自湖南，现在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两位认识到结婚多久？认识到结婚的话，就8个月。在哪儿认识的？我们在酒吧里面认识的，当时他是在酒吧里面做销售，然后有一次朋友聚会，我过去了，然后他那时候跟我朋友也认识，你说我们两个吧，我看着他说挺对眼的，然后就找朋友要了他的联系方式，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联系了，联系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都挺好的，然后我们就恋爱了，恋爱半年之后吧，就发现怀孕了，我们俩就商量着说想要结婚。因为怀孕所以结婚，是这意思吗？还是说感情确实也还不错？但是我们真的那时候感情真的挺好的。好的，男生后来就做了上门女婿，对吧？对。为什么是个上门女婿呢？那是可能因为我年纪小吧，家里面也比较困难，也是因为我不懂事，然后我们就怀上了宝宝。他家里就觉得我家里条件比较差又买不起房，然后就让我做他们家的上门女婿。人家没问你要彩礼吧？我们家要彩礼，他们家能拿出来吗？他们家那么抠门你在人家家做上门女婿，住得自在吗？挺憋屈的。憋屈。我觉得他挺自在的，他每天在家什么事都不做，回去就往那里一躺然后拉着手机就在那里跟这个那个的一直不停的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都在干什么，钱也没见到他的钱，事也不做一点。直到后来他真的是，我妈因为一点小事说他就直接对着我妈破口大骂。你说我一个男人难道没一点尊严吗？你有尊严，那你能对我们家父母破口大骂吗？他还是你长辈好不好？他不就说你2句吗？你说我在你家里没做事，难道你们家里每次吃完饭那个碗筷不是我来洗吗？洗个碗又怎么了？我下班回来大半夜的，洗碗池里面一大堆的碗筷，每一次都是等着我来洗。那我妈每天在家伺候你，她不累？你为什么只想你自己的感受？你说有她这么做女婿的吗？她在我们家白吃白住呢。别用这个词啊，一家人嘛。那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妈为什么一直把我当外人看呢？我洗完澡，我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她把我的衣服单独拿出来让我自己去洗。你一个大老爷们洗件衣服又怎么了？你每天在那好吃懒做的。这没什么，自己买个洗衣机嘛，自己洗嘛。后来男生又在女方家长的要求下换了职业，对吧？对。做什么了？跟大家说。做了个微商，做了微商。他还好意思说他做微商？他就每天守在电脑前面，然后我也没见他赚什么钱。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说做微商就做微商吧，人家给他打电话，他就一直按掉调静音不接，好像生怕我知道什么事了。我又不知道他在隐瞒我什么。然后我一再的要求他接，他接了之后，他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同事。我说女同事你有必要这么遮遮掩掩的吗？然后后来他说是追他的女同事。我说追你的女同事你小伙还挺俏嘛。就从那里开始我才对他起了疑心。我说我之前都那么相信你，我顶着家里那么大的压力跟你在一起，你是这么回报我的吗？我现在宝宝还才4个月，我每天在家给你带孩子，你一再的被我发现你在 QQ 上跟那些女人搞暧昧，我怎么忍？我那个不是给人家聊着好玩吗？你跟人家聊着好玩。我待在你家里面，我多憋屈，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我有多难受。你们家里面把我当人看吗？我家里怎么就不把你当人看呢？就因为一点小事就说我出轨，还跑到我家里面去了。让那些街坊邻居看着，你让我家里面往哪里放？我真的觉得你好搞笑哦，在你眼里，你觉得出轨这事是小事是吗？咱们先界定一下啊，
你们指的出轨，他说的小事儿，你说的出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网上聊暧昧，中间还有一个是他前女友，他跟前女友说他跟我在一起都是被我们家父母给逼的。他说他想回到前女友身边。你说那个时候我怀着宝宝呢，我都8个多月了。看见你那聊天记录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无地自容了，好不好？真的心在流血呀。然后就说了他说的那一幕，你们家人就去他们家了，是吧？这个事儿最后怎么平息下来的呀？他家人让我当他的面，然后所有的邻居啊，我父母亲的面啊，让我给他跪下求他原谅。还有邻居啊？对。你当时说了些什么呀？我就说，其实我跟他们之间我也没什么，我就是跟他们聊一下。我就待在你们家里面，我太憋屈了，我就是以这种方式我来减压自己，心里面实在太压抑了。他当时说的那么诚恳，然后我就那么原谅他了。就当时他是希望你们能原谅他，是吧？对，我觉得我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父母因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所以他迫不得已才这么说，然后求我原谅的。这件事情不就过去了吗？那个时候是孩子在我肚子里还只有8个多月，对吧？现在孩子不都4个多月了吗？对。这半年又过去了，今天为什么来跟老师们说？就他嘛，就在我生完宝宝那几天，他还跟人上网搞暧昧，他还出去跟人见面呢。你这是怎么知道的，姑娘？因为我之前不是就已经怀疑他了吗？然后我就有心去看了一下他的电脑，就发现了那些聊天记录。是吗？对。理由还是在他们家压力很大。我就觉得心里面太压抑了。那你搬出去住啊？我在家带宝宝，我那时候你老婆在坐月子呢，我压抑吗？你就不怕我得产后抑郁症吗？我们家宝宝那么可爱，你就整天在外面跟人搞暧昧，你回家你也不想着帮我看一下宝宝，你也不想着帮我做一点事儿。宝宝的尿片我洗的吧，宝宝洗澡我洗的吧，照顾我也是我们家人干的吧？你干什么了？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呢？你后来是跟网友见面了吗？见了。那你怎么想的？对这段婚姻？可能是我年纪还小吧，不是很懂事。你还想要吗？喜欢跟人家聊一聊啊。就这个婚姻你还想要吗？想。姑娘，你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之前已经相信过他，并且原谅过他了。你看他现在又这么对我。主持人，他家里人，宝宝出生的时候，他就非得让我们的宝宝非得跟他家姓。你说你当时娶我的时候没发1分钱，你白捡了个媳妇，现在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你非得说跟着你们家姓，宝宝为什么就不能跟着我们家姓？后来我们家不是也妥协了吗？说让他们家拿8万块钱彩礼，就说宝宝跟他们家姓。拿了吗？没有，他们就拿3万块钱。你说哪有这么抠门的？你爱这个女人吗？你告诉我。爱。现在还爱吗？爱。你现在还爱，为什么还在外面跟其他的女人那样呢？或者是我不懂事。你知道自己不懂事，但是控制不住，是吗？对。你说你心里面是不是其实还觉得自己挺亏得慌的，是吧？那当然，本来就亏嘛。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一定要结呢？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们两个那个时候的感情很稳定的。没想到他住进家了之后，成了上门女婿之后，这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吧？对。女生现在对这段婚姻还想要吗？我不知道，他没有一点改变，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这一会儿你问老师们好吗？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一个男人在老婆怀孕期间还在 QQ 上面跟其他女人不停的暧昧，我心里面真的很愤怒。你需要那么多地方去倾诉吗？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网络上的专业心理咨询师是不收费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有压力的话，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帮助到你，而非专业的人士只能帮你去聊一些私密的暧昧的话题。
所以你真的想求助，去求助专业的人，这是第一。第二，我能够感受到你在他们家里边的压力，但是心里有压力，不是去责骂他的母亲，那你心里边也没有真的尊重人家。所以你今天回去以后，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先去跟你的老丈母娘跟她道个歉，即使她对你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说了很多有辱你男人形象的话，但至少她对得起你，因为她收留了你们2个在她的家里边住，她至少对你的孩子来讲尽到了做姥姥的责任，所以你该回去跟她说一声谢谢。第二，你那个 QQ 就算了吧，你跟别人聊不出什么来的，他们帮不了你。好好的跟你过去那些曾经在你认为的感情最低落的时候，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帮助过你的女性，跟他们说一声谢谢。谢谢完了以后，还是好好照顾你的儿子和你的老婆，那是你最应该得到的。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2个好好过下去。好，谢谢小鹏老师啊。别人是看不起你，你感觉在人家家里就像一个长工一样，对不对？那么晚回来了，我还要起来去洗碗，我的衣服没有人去管，我要自己去做，是不尊重。但是所有别人对你的尊重都是自己争来的，你先自己丢了自尊，如何能让别人尊重你？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男人，如果够爱他的话，尊重他的长辈；如果够爱他的话，别再跟任何人暧昧，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男人，你有3个角色压在自己肩上，你不容易。你要真是把爱心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去努力工作，你哪有那闲工夫暧昧啊？至于这个女孩呢，为什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怨妇呢？她如果赖在你家里，你都应该一脚给她踢出去，去自己找份饭吃，自己去租房，做给我及我的家人看。你像一个男人，你们俩先都各自做好第一个重要的角色，你是母亲，他是父亲。至于你是不是妻子，他是不是你丈夫，你们俩磨合着看，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你有一句话道出了你们之间感情的实质，你说你白捡了个媳妇儿。是我。你说的很对呀，可不就是白捡的吗？捡回来的东西不就这样吗？捡来的东西还能有多有价值啊？人们往往对于不期而至、从天而降的喜运，除了喜出望外之外，他不会珍惜，没有任何期待感的角色，不会想去负责任。如果一个人期待结婚，期待好多年，最后结了，他会好好珍惜；如果一个人期待做父亲、做母亲，期待了好多年，他期待了，他会珍惜。他没有。我相信你们在生孩子的时候，肯定不是强迫的吧，一定是心甘情愿。你明明知道他家庭条件是那样，你为什么还选择嫁呢？你当时左右衡量起来，你会觉得我并不亏。这个婚姻无论是因为早生了孩子，还是因为他比我小1岁，又或者是这个男生其实还蛮适于调摆，你不会选择跟他结婚。你每一句话都在告诉自己，你太不尊重自己。你说他不尊重你父母，其实最不尊重你父母的是你。把一个闺女养到25岁了，结果临了了回来还要帮你带孩子，还要受自己的女婿的辱骂，这不都是因为你吗？让自己的老公跪在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自己道歉，那个耳光不是打在他脸上，那个耳光是打在自己脸上，是自己瞎了眼，所以才造成今天自作自受的代价。你没有什么权利抱歉。在这个整个的事件过程当中，买单最终真正承受的不是你，是双方的父母，所以你没有权利指责。男生口口声声在说自己不懂事，我不相信你是不懂事。你从益阳到长沙是多少年出来的09年，09年到现在6年，也就是说你是18岁从益阳就到了长沙来，对，在长沙混了6年，一个农村孩子在长沙混了6年，我相信干过的工作应该也不少。这6年你还看不懂应该在社会上怎么生存吗？
在这6年你还看不懂谁是针对你好，谁不是针对你好吗？你呢，就是觉得自己赚了大便。然后一个女生到酒吧来，就那么一次让你给捡着了。在长沙和别人合租400-500块钱住着那样的一个蜗居，现在可以堂而皇之的在一个长沙本地姑娘家里面落地生根，变成一个真正的长沙人。这是你混这6年或者混10年将来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想变成一个真正的都市人。你达到了，那既然你是达到了，你已经捡到了，拜托你负点责任呢。你还真以为捡到了一个女生就可以在她家做大爷吗？你明明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负担一个家庭，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这种责任之下自己应该付出是什么，你选择了住在她家里。如果你在长沙混的这6年，你是真心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给家里面贴补一些，我不相信你几千块钱你存不到。你给别人家洗点碗筷怎么了？不该洗吗？你没有能力养老婆养孩子，是你的岳父岳母承担这一切。你为这个家庭你不应该付出吗？你口口声声说爱他，你为了他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吗？把洗衣机里面扔出来的衣服默默地捡起来，或者是说默默地把洗衣机的衣服所有衣服全洗了，把它晒掉，你不该做吗？你住在这个家里交了1分钱吗？即便是一家人也应该交钱的，为什么不应该交钱？你没有啊，你在这儿是做不了大爷的。如果你这真6年你在长沙混，你有自己的酸甜苦辣的感受，你就应该知道，我自从踏入这个女生家里这一天起，做上门女婿这天起，我不说我一定要低眉顺眼，但我一定要在这个家庭当中负起责任。一个女婿半个儿，我不能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好吃懒做，我不能让别人指着我父母说你们家庭寒酸，嫁到我们家是高攀了我们。你应该努力的多去承担家庭的责任。可是呢，你还在外面撩美眉，不把我当人看。让你洗碗怎么了吗？让你把你衣服摘出来让你自己洗怎么了？我每次做完事，他总是给我使眼色。问题是你做了多少事呢？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承担起一个儿子的责任，难道不应该吗？也许对方对你们的态度可能会让你有所不适，但这种不舒服，对不起，请你忍着，要不然你就出去住，你自己有本事你就自己养老婆养孩子，就不要赖在这个家里。但事实上，你口口声声说这个家庭对你这样不公，对你那样不尊重，你不还住在这个家里？有本事你出去。孩子4个月了是吧？对，4个多月。就在长沙租一套房子不贵，自己出来住。只有自己出来住了之后，才知道自己为自己当初的任何行为买单负责任，本身是有多么的难。只有这种难，才能化解你们最开始的不期待，才能够知道做父母不容易。这个男生其实还没有坏到根上，他如果要是真犯浑，他在外面搞7搞8，也不跪下来向你所谓的认错，那个时候你可能更难受。他呢，还算是可以调教，就看你有没有智慧。就这样，想清楚，是你老公吗？是。是你儿子的爹吗？是。是你老婆吗？是。是你儿子的妈吗？是。你们愿意为了你们的孩子共同付出吗？你们就好好付出，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黄金60秒。老婆，我知道我有做错过事，但我会改。但是我贪玩，也知道。希望你这次能给我这机会。虽然说我对你父母亲不孝顺，但以后我会加倍的对你父母亲好。你知道我在家带孩子我有多不容易吗？你就不能没事的时候回来就帮着我一点吗？你说我都那么相信你，你为什么要
一次又一次的去干那些事儿。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继续。虽然说我跟他们聊，我都说了只是跟他们聊着玩，但我承认我根本就没有给你干过对不起你的事，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开灯吧。女生，我想说，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面还想跟这个人过，过去的事儿就别揪着了，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开门。男嘉宾小王25岁，来自安徽，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曾23岁，来自湖南，是一名服务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主持人好。一个安徽，一个湖南，怎么认识的？我们是通过 QQ 认识的，从网上。那会儿特别流行偷菜嘛，然后从那个 QQ 达人上啊加了很多就是说很多友人，然后那会儿跟他聊得特别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也感觉也挺对胃口的，所以那会儿我俩就在一起了。但是他之前真的对我挺好的啦，不会像他现在这样自私自利。他老是说我自私，我只是有一些细节方面做的确实有点不到位，但是我感觉你觉得有点委屈。他不会去顾虑我的感受。你像那会儿的话，就是说他生日，他12月30号生日嘛，又跨年的，我觉得这挺好的日子，我挺想给他一个惊喜的。然后我跑过去。做的那跑到哪儿去？跑到上海，我做的他在上海。对我那你在哪儿当时？那会儿我在长沙上大学了，我还坐的那个就是说小火车、绿皮车，坐了14个小时。到那边之后，我跟打电话，你说你在跟客户开会了，那我说可以，那我等你一下吧。你过来了，可是你心情并不是很愿意，也并不是很高兴。我有的时候你应该体谅，也确实有点累。那你有考虑过我，就是说一个女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很孤立的一个感觉吗？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我上火车了。我的朋友都会问，哎，你上火车了，你自己要注意点。你也不会跟我发一个信息问一下好吗？每次我都跟你说了，叫你回去之后给我打一个电话。这我也有说过。这个基本属于比较冷，就对人比较冷。对，所以他就是自私自利，而且他永远在为他的这个自私去找借口。后来他回他自己家乡了嘛，就是就会从长沙转到了那个安徽，也是坐火车。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让你心寒的吗？那你像情人节呢？我跟他说，情人节这么好日子，你过来见一下我呗。因为我那会儿就是说情人节我有。本身也不是法定节假日啊。你这有点矫情啊。对，所以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你们谈恋爱的4年间，有一次的14号的情人节是在节假日里的，所以他因为在春节里，我记得涵盖了一个春节。可问题是，我说情人节了，不是你过来，他说就觉得我很幼稚、很任性，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必要过去的，他觉得我们2个可以接视频。本身经济条件你也知道的。然后我这个人本身话就少，性格有点木，你也应该知道，能理解。其实他还有很多事情，就有时候那种小细节，我要跟他打伞的话，他总是可以让我的半身淋湿，你知道吗？就是你们俩我跟他讲1次2次，他会打过来，但是3次4次，结果呢，他还是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小习惯，走着走着人走开了。对吧？所以你总是在为你的这些自私去找借口，你知道吗？老是说我自私，你怎么不说你来我们那地方的时候，有一次把手机给弄丢了，我给你买一个手机，我也2话没讲。得了吧，我就知道你会讲这事。因为真的，只要我们俩一吵架，他就会拿这件事来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在这4年当中，都是我坐着那个火车，摇着小火车，有时候真的坐得腰酸背痛的。跑过去熬夜，或者是我辛辛苦苦从这边买的特产给他带过去。4年一直是你看他，你计算过？基本上大部分。你计算过这4年你看他多少回吗？我真的没计算过，但每一年差不多也有15、60。最搞笑的是什么？他生病的时候，他跟我说，亲爱的，我就是说可能感冒了，或者是说有点哪点不舒服，现在挺需要你的。然后我跑过去了，可结果呢，我生病的时候呢，他真的就会拿这个工作去当他的理由，他就会觉得。
你喝水就好了。我想说，你水是万能的吗？我经常也是陪你一煲电话粥煲很长时间的。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在上课，我去跑到那个楼道上跟你一接就是接1个小时，我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说亲爱的，你陪一下我，真的心情很差。你说你睡一觉就好了。姑娘，我问一句啊，就是这么不开心，如此之辛苦，就坚持了4年呢？因为他是我初恋，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挺好的，所以我想能够给他机会，能够改正过来是最好的。像借钱那事儿吧，怎么又跳到借钱了？因为我俩分手就是因为这事儿，可能就是你们俩分手了。对。那你们今天来干嘛？你不想分是吧？就他认为分手了，你觉得还没有，是这意思吗？其实我一开始挺生气的，确实挺生气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想想，反正想到一些过往，我都觉得他对我其实挺好的。我确实有的做的不对的。所以你想挽留是吧？那接着说分手吧。为什么分手？借钱。对。他问你借多少钱？2万块钱。那会儿我大学刚毕业，其实我真的也没有。但是我上大学那会儿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让他跟我买车票，基本上我自己买的，我就会去做。发传单啊，或者是说那种促销啊，我会去攒一些钱。其实我要咬紧牙关，或者是我找我爸爸妈妈拿点钱，我是可以拿给他的，因为他当时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和我表哥自己等于是投资了一家那个建材店。7月份，因为就是很多客户的拖欠问题，我这边资金周转非常不灵。是2015年是吧？对，2015年。我想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明白我为什么不借钱给你吧？那你当时反正。确实，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个人，我基本上就是说，我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从来不轻易跟人开口。你也觉得？几乎当时我跟所有的朋友还有亲戚，能张嘴的我基本上都张了嘴。我找到你，你应该知道我已经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不借钱给你，我只是希望我们2个能够结束这个异地恋的关系，你能够到长沙来，我们俩能够就是说。开开心心的、平淡一点的，就是说这样过的小日子挺好的。我就在那个店里面投注了多少心血，你心里应该清楚。那你有理解过我这4年里面为你付出的辛苦吗？先别吵，先问清楚啊。他问你借钱，你没借给他，是这意思吧？对。你的想法是通过不借钱这件事儿，把他从安徽逼出来，到长沙去，这是你的想法是吗？对。你的有的时候想法就是很幼稚的。你就我们不说，先不界定啊。他没借给你，你就很生气是吧？当时没有生气，他说话有点过分。他怎么说？他是说我在那边肯定是混不出人样。店里生意怎么样啊？跟他分手2个礼拜之后，我就把店关了，盘出去了。那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在做销售，又干回本行了。所以女生现在在心里面觉得他还是你男朋友吗？其实我现在也不太清楚，因为我觉得这4年当中，我真的也给了他很多机会，希望他能够就是说稍稍的改变一下。我并没有说让他。其实恋爱中是相互尊重的，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对我好一点。刚才你有说到说希望结束异地恋是吧？对。是希望他去长沙，是这意思吗？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合肥跟他一起？因为当时的话，我觉得他在这4年当中都这么自私自利，我在安徽也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我觉得他不可能会改变。我只是希望他到长沙来之后，如果能够有一个改变，我也到了结婚年纪啊，我觉得可以行了，合适了，我也会愿意跟着他去安徽。理解了。我问你啊，等于现在过了这么，现在想挽回这段感情是吧？那你愿意去长沙吗？其实这么长时间我也想了，他确实对我挺好的。所以你愿意去是吧？对。不是因为说走投无路了吧？迫不得已了吧？那倒不是。去投奔吧？那不可能。真的。我给了他太多次数机会了，他一直没有改变。我真的到现在我也不敢相信他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肯定还是需要想一想。其实说白了就是今天你能够站在他的对面，给他这么一个机会，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其他的人，对吧？对。女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4年来的种种让女生觉得心寒，男生又觉得说女生确实对我很好，又遭遇了这么大的人生转折或者困难期。这段情感还能挽救吗？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所有的初恋对我们来讲都是美好的，但是往往有大部分的人，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跟初恋在一起，因为初恋有些时候就会看走眼，我们想要的和现实的就会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说有些时候异地恋从一个侧面来看，它可以衡量谁爱谁更多一点。因为如果我愿意去跟你真的朝思暮想在一起的话，那可能我爱你会更多。但他从来没想过，包括你去看他，包括他其实可以选择到底是在长沙工作还是在合肥工作，他都选择的是以他自己为中心。所以一个既然以自己为中心的男人，你要让他把你当做中心，有一点难。爱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的，曾经爱过也在那个地方，但是能不能继续相爱，靠你们自己来决定。男孩，你说句心里话，他不借你那2万块钱，你的店关了；他如果借了你2万块钱，你那个店关还是不关？也是有关。这2万块钱呢？打水漂了吧？所以啊，在某些方面来说，其实这个女孩比你要更成熟。你真的觉得自己具备高高在上的优势吗？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但你是这么做的呀。浪漫的事儿会不会做？主动的事情会不会做？就是自己不愿意去做嘛，对不对？人家分开了，你傻了吧？现在想清楚谁对你好了吧？这女孩好吗？好，好吧。那今后你们俩想怎么相处呢？你还是在安徽吗？他在长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解决吗？想过。我觉得第一，取决于你们俩能不能在一起。你先客观地认识自己，自己没那么强，别装得那么成熟，别装得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如果你真爱这个女孩，你就多为她着想，多关心她怎么样，先解决是否2个人能在一起。我建议你去长沙，因为安徽反正混得也不好，对吧？去长沙闯荡一下啊，这个有这个女孩在呀，对不对？然后你们俩相处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制造一些浪漫，对吧？多关心她，她要的就是这个。所以解决了异地恋的问题，然后再解决你在这个爱情当中相处的这个高度的问题，我觉得你们俩还是可以的。从长沙到上海1100公里，坐硬座14个小时。从长沙到合肥700多公里，坐硬座12个小时。如果按照女生的说法，4年，每年15、16次，这4年一共去了60次，往返是120次，乘以1000公里，将近是12万公里，绕地球3圈。数字有的时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如果你统计起来，你会觉得挺可怕。如果把去过所有的车票落下来，可能会有厚厚的一堵。如果把所有每一次彼此的付出画成一些定格的画面，你会发现，原来对方付出是如此之多。比如这些定格的画面是，每一次为了去积攒车票，去打工，去发传单，每一次买特产去看他的时候，抱着踌躇满志、浓浓的情谊。在上火车之后，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望着窗外，满心的期待。然后到了之后，彼此之间的热情相拥。但是这还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是每次见完面之后，要一个人再从安徽或者是上海回到长沙。如果把这些所有的定格画面和数字累积起来，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这么热情地燃烧了4年，但是对方的反应是越来越冷，那么我想任何的付出到最后都会变成绝情。人的性格都有冷漠或者是热烈，但我不管是不善言辞还是木讷，面对于这样的长达4年的付出，这4年几乎涵盖了这个女生大学的整个时代。面对于这样的付出，我相信没有谁会无动于衷。看一个男人看到最关键的时刻，但是一个男人在落寞的时候才想起一个女人的好，这不足为奇，因为无路可退。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在成功的时候才回想起一个女人某某的好，我想那是真正的回忆起了当初对自己付出的点点滴滴。
所以我认为这个男生几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彻底底的明白，在这4年当中自己的真正的冷漠和对方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细节，只是他现在无路可退。你有多少次的机会可以去长沙跟他共同的创建自己的家？你没有。即便是你在上海混不下去，回到安徽，你也没有选择去长沙。即便是在你的事业出现了危机的时候，你想到的也只是借钱，而不是从他那儿获得鼓励。所以他有一点评价你，我认为大概是正确的。一个在爱情生活当中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爱情和分析对方付出的人，也不可能混出一个什么人样。因为你做任何事情没有坚持，没有真心的付出，这是我最看不上你的这一点。我不认为你一定是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有多优秀。你是内心真正的忽视了对方的付出。如果你是真正的感觉到这4年他针对你的付出，而你真心需要弥补的话，你不应该到这里来。你悄悄的去长沙，你悄悄的一个人去感受一下，在异地他乡，一个人面对于周遭陌生的环境，应该如何去相处？应该默默的去付出，而不是今天到这儿来用一个形式感极强的舞台表现，来告诉对方我真的知道，还是你好。所以我认为今天你的诚意欠缺，态度也有些虚伪。但我只想告诉女生，女人往往痴情而绝情，痴情的时候可以跑4年，但绝情的时候可能9头牛也拉不回。男人往往多情而长情，多情很可惜基本上体现在不同的女人，长情往往体现在落寞的时候的藕断丝连。你应该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出自己一种决绝的真情实意。事实上你是现在还没有别的对象，事实上你是为这4年的付出而不甘，但我未必觉得你现在还爱着这个男人。差不多可以了，就这样。世间有很多事情，错过就是错过了，生意错过，摔倒可以重来。对一个人的爱恋，错过，真的只能是错过，留点遗憾吧。遗憾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美丽。时间留给你们自己，黄金60秒。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我走的时候我确实挺生气的。后来想到的都是你当初点点滴滴对我的好。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应该确实挺恨我的。但是我希望，不管最后怎么样，希望能原谅我。我想我还是需要一下考虑吧，真的觉得机会已经给了你太多次了，我也不能保证以后我们两个在一起你就会可以，所以我需要想一想。尽量的啊，谢谢2位。回去都慎重的考虑一下吧，啊，男生那个道歉还是挺好的，考虑一下啊。好，请回，谢谢你们，请开门。来吧。面对镜头跟人说再见吧。再见。学会改变吧。我觉得这4年没白过，留住那个美好呗。真的好好的跟人说一声感谢，然后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吧。谢谢你这4年一直陪伴着我。好了，加油吧，去吧，谢谢你。男嘉宾小陈23岁，来自安徽，市场破绽；女嘉宾小新同样23岁，来自辽宁，也是市场破绽。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恋爱多久了？
我们俩在一起有1年多了。一直就是那么腻乎他吗？我觉得还好啊，我一直都没觉得我没有。他特别黏我，他认为黏是一种爱。那打是亲，骂是爱，让你一天到晚都打我，都骂我吗？我哪舍得那么对你啊？有那么夸张吗？举个我生活上美好的每一天作为一个典范的例子，就是拿一天来说是吧？对，6、7点的时候我就在睡觉吧，他就一阵微信大放送，20-30条就飞过来了啊。打开一看，就是一堆表情。那他老也不回我，我怎么知道他起没起来呀？你以后发红包1条就够啊。来，接着来啊！美好的一天这么开始了，微信来了之后，我就寻思吧，还模模糊糊的，我就继续睡。然后他一阵的就是夺命连环 call， 我就6、7点就被叫醒了。你说人他有自己的一些需求吧，我就睡觉，就是我的一种喜爱啊。那你吃饭的时候，我也从来没说过你啊。这早上6、7点，他怎么回事？主持人，他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他不爱吃早饭，起来又晚，一起来就直接中午饭一起吃了。我合计这时间长了对胃也不好呀，我这不担心你天天早上叫他起来吃饭。那就嫌我烦。他其实也不是让我去吃饭啊，我问他吧，他找我干嘛？他就说让我去陪他上课。我也有自己的课呀，他就不会顾及我的课。你们这个都叫市场拓展，这是说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在之前1年前在一个实习公司认识，就是我们是属于边实习然后边上学。他就让我去陪他上课，陪他自习，陪他玩。那我就想时时刻刻看见你，有什么过分的呀？我自己也有课呀，那我课怎么办呢？那老师经常还点我名呢。那你平常也不去上课呀？怎么认识我之后就节节就要上了？就是平时不去上课，所以更要珍惜上课的时间。你就是不想陪我，找这么多借口。然后吧，到了中午，他就要我陪他吃饭，他就让我陪他吃1个点儿每天。那这吃饭那么快对胃口不好呀？你整天说这个胃疼胃疼的，我心疼你哪儿不对了呀？我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吃饭能快一点。那我陪你稍微吃慢一点也行，哪有人吃饭吃1个小时的？我的生命都浪费在这上面。那吃1个小时，我们不是还说话了吗？也没光吃饭呀。对，一个故事可劲的聊，然后就下午了。他们学校有一个湖，湖里面住满着他所说的美丽的天鹅，他就让我陪他看天鹅，站着看1个点儿啊，坐着看1点儿。然后一下午就过去，经常让我去陪他。不是有天鹅吗？有啊，就是我也不感觉是天鹅，就是一只鹅。他平时都不让。还是天鹅？鹅，就是他说是天鹅，就每天都要看鹅。也没每天都去啊，哪有那么夸张？我是觉得挺浪漫的，这小风一吹，在这一坐着说会话什么的，挺惬意的呀，哪有什么不好呀？你平时还不让我看女生，让我对着那看2个点鹅人鹅怎么想啊？那到底是公鹅还是母鹅？你看完之后，好多只啊，但是我估计都认识我啊，那多好啊！你看生活多好啊！就是每天都这样，我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事情啊。他下午有课就陪他去上课，没课就陪他看天鹅。看完鹅之后又是1个小时的夺命吃饭时间。啊！我说1个小时，你胃总消化了吧？他说就是得消化消化。你吃完饭不得溜达溜达走走吗？就让我陪他去逛操场，逛遍了他们学校，就是2人小手拉大手，那手套都换了好几次呢，冬天，就是要一直陪他去走。然后我终于回寝室了，回寝室我就想休息休息啊，跟室友也聊一聊啊什么的。刚回寝室他就一般就能来电话，要不然就是微信。我问问你回没回去啊？那你也不主动问问我到没到宿舍，我问问你还不行了？刚分开呀，哪有刚分开？你回去一趟至少半个小时，都半个小时没给你打电话了呀。到了11、2点，然后寝室室友有的人爱早睡就睡了，他就又来电话了，他说他睡不着。那我说你从小学到现在。多少年了，你都睡得着，就跟我在一块之后睡不着了。你多好啊，孩子，你看看。那我就晚上睡觉之前，我想听听他声音嘛，我就给他打个电话。对，他就让我给他讲故事啊。你一般讲什么故事啊？鹅的故事啊，还有什么小红帽的故事，安徒生写的故事，还有我编的故事。姑娘小时候缺这一课哈，爸爸没给讲，男朋友得讲。没有，他翻来覆去讲来讲去就那几个。哦，你可以把它录下来。现在不是有凯叔讲故事吗？他不满意，我录过。哦，你还录过？真录过，也是真不容易啊！这是生活的一天啊。对，这才是周1到周5的一天。礼拜6、礼拜天他要回家，他回家他要3个小时，他一定让我送他啊。我送他上车3个小时没了，回来3个小时又没了啊。中间在2个又在一块儿，又把
过往10几天的事情，聊了一篇又一篇的，一天又没了啊。那主持人，我家离学校有点远，这走这一趟3个小时，我自己也没什么意思呀。然后我上车就睡觉嘛，觉得也没意思，我就找他陪我。这之前都是特别高兴陪我，这最近就是觉得陪我也不行了，他自己也有事情要做了。我感觉不能天天陪他吧，每个周6周天都给你安排出去了，就经常会耽误我很多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大不了啊，一年365天。你追人家的时候不嫌烦吧？中间还有一些惊喜日啊，他会送给我些礼物。那挺好啊。然后有一次送个日程本，封面还挺漂亮的，然后一打开密密麻麻的，就把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安排一下。是提前安排好的。就是他会说啊，这一周我们要去哪一家餐厅吃饭，那下一周我们还有哪些事要做呀，都罗列上去了。那你老说没时间没时间，我提前帮你安排一下，不挺好的吗？你这真是人工大数据啊，很智能啊，真的。对，全安排了1年啊？没有，也就几个月。啊，那也不容易啊。曲总啊，这样的好秘书你不招一个吗？啊，太好了这个。然后呢？我说你为什么送我这个礼物？我黑压压的一片。他去翻微信公众号。他说：“你看人家公众号怎么写的，就有一些什么男女朋友在一块的60件温情小事，还会发一些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还有男女朋友在一块就得一相厮守，然后还说什么异地恋的痛苦，我们俩也没异地啊。那我不是防患于未然吗？怕异地，然后就得天天黏一块，这哪还有理呢？那我为什么这么黏着你啊？那还不是因为你之前骗过我呀？”主持人他之前就为这些不想陪着我这事儿就骗我啊。有一次我正好赶着下大雪，我就合计这下雪吧，这景也挺好的，找他出来玩玩吧。结果说腿疼，我说那你腿疼我就挺担心的，特着急，我打着车就到他那儿去了，还给他买了膏药，结果活蹦乱跳就下来了。你那是腿疼吗？你根本就没腿疼呀。那天雪特别大。路上都没有几个行人，那你干嘛骗我？他就一个劲儿的要我拉过去，我那已经陪了他好长时间。我寻思着吧，我终于可以躺床上休息会儿，在寝室玩一会儿啊。那你骗我是原则性问题。我如果那么说的话，你能饶过我这一天吗？你自己的感觉是没有空间了，对吧？对啊，天天腻乎在一起，那你也应该没有朋友和正常的社交吧？说到朋友。他特别想认识我朋友啊，但是你要分场合。你说私下里吃饭，我带着他就好了。班级聚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带男女朋友，他就一个劲的要过去。那你带我去不挺正常的吗？你这很正常吗？人家一个都没有带。那把我带入你朋友圈多好呀！你有什么尴尬的？大大方方的不就得了吗？你这边不想把我带入你的朋友圈，我主动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主持人，有一次就是我有几个闺蜜关系都一直很好，想着我俩都处了1年多了都没见过她，人家主动邀请她，你说你那天怎么表现的吧？那天5个女生在她闺蜜家，她硬要把我拉着过去，人家特意请你，我不带你去吗？如果我处在那多尴尬，你们聊你女生的私事，我能顾及上吗？你就大大方方的，人家说什么就说呗，你我也跟他们说了呀，让我很尴尬呀，让我很没面子啊。哎。这恋爱谈的呀，较什么劲呢？后来差点就分手了。有一次下午足球赛，我们好不容易闯进决赛的，我肯定要跟他提前打招呼，老早就做好报告了。然后他当时的时候中午就打个电话，他说他这边有个面试，让我去陪他。然后我说我足球赛完事之后去陪他。后来的时候我足球赛延期了，还有个颁奖仪式，然后我心情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他对我冲口大骂。就说你怎么下午没来陪我？你那天是不是答应我说来接我？我自己在那傻等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又联系不上你，打电话又不接，让我放我鸽子呢。人总要务实吧，我没有时间去陪你。那你不能放我鸽子呀！你答应我就要做到呀。很小的事儿，这事怎么小呀？你放我鸽子这事儿小吗？听起来这似乎都是在学校发生的事儿。你们现在我看都工作了，对吧？对。现在的这个生活应该不像在学校的时候那么黏了，是不是？现在哪是啊？就工作时候那得好了，空间距离没有了，他更爱黏我了。你们在因为经常在一起，对，在一家公司是同事。哎呀，你们老板得烦死啊！老板找过我都聊2次话了。哪有？他怎么没找我呢？我还有一次工作的时候哈，然后我去约一个客户，我刚出门10几分钟，跟人客户刚聊上，聊没3分钟，一个电话就来了。我不知道你去哪儿，我不得问问呀？我寻思想问问嘛。那我有事儿以客户为先，那我就给挂了呗。然后他又打一个电话过来，我又给他挂了。后来那客户就不耐烦了，说你赶紧接吧，赶紧接吧。后来领导知道了这个事儿，他就找我聊天，说你怎么总不能因为2个人之间感情把工作室耽误了。那我没觉得耽误呀，那咱俩在一起，同事也知道，这工作氛围挺好的，工作效率反而高啊，这有什么影响呀？这还不严重吗？你小时候被叫了2次家长，你还能开心吗？这能一样吗？都留校察看了都。这能一样吗？
姑娘，你为什么这么不放心这小子啊？这因为上次就是就腿疼骗了你，对，就这个，然后还放我鸽子，放我鸽子那次他跟我提分手，我当时也是特别伤心，肯定没有安全感呀。哦。再说我跟他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挺享受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也没说我粘人啊。这就后来分手又和好之后，他就觉得我粘人。那你跟他在一起烦吗？不烦，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哦，你们还分过手哈？嗯。就那次他放我鸽子，然后我生气了，然后他也不来哄我，他也生气了。你跟他分的手？他先提的。后来谁求的复合呢？第二天我们俩就和好了，也没存在说谁求谁吧。上班的时候见着了，就没忍住就笑出来了。你笑出来了？他也笑了，然后我们俩就和好了。看来你还是挺享受的嘛。我寻思是吧，他总应该因为这件事情上能改一改，但是他始终没有改，把我的生活，把我的朋友圈，把我的什么都整乱了，就感觉好像这天下只有他一个人了，我的世界都灰蒙蒙了。继续下去肯定要分手。继续哪样下去？继续像这种黏的一起。我没黏着你啊。你愿不愿意跟他分手啊？我不跟他分手。这辈子黏死他是吧？对。这就没办法了。你看看小牛皮糖缠上了，老师们你们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他好在哪儿啊？你坚决不跟他分手？我觉得他这个人，首先人品很好，然后又很踏实，平时还是挺照顾我的。女孩，你觉得你自己有魅力吗？我觉得还好吧。如果 A、B、C、D 4个档，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档 ？A 是最棒，女神级别的。我谦虚点说 B 吧。B 档级别的女生，她们很自信，她们很独立，可你不是。一个女人去黏着一个男人，是因为她认为，如果自己一旦一天1分钟不看着他，对方就会跑掉。为什么对方会跑掉？因为我不足够有吸引力。老师，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跑掉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特别开心，所以我就想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所有的爱情当中，人的开心是2个人共同感觉到开心才是开心。爱情当中最怕一个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通通是爱对方，他没有认为自己在伤害对方。所以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讲，如果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的魅力不够那么多的话，你就会对你的爱人会咄咄相逼。爱情不是说你自己真的一天不跟对方在一起，你就会失去他。爱情是需要有空间的。同样对于男孩来讲，你活该啊，你自己愿意啊，你自己不把你的时间当时间，不把你的生活当生活。谈恋爱不是说所有的别人想要我做的事情，我的全部奉上。所以你们2个今天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好好去规划一下你们未来应该怎么办。在职场有职场的界限，在生活当中有彼此自己的空间。如果不能分清职场界限和生活当中的彼此空间的话，那这个爱谈的就有点糊涂了，最后真的就变成了藤缠树，树被藤缠。谢谢。女孩非常爱你的男朋友，对吧？你觉得他是你的生活的全部？算是吧。那你能够就承受一点吗？你的男朋友没有你爱他那么爱你，这个你能接受吗？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接受不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双方的，而且我认为他对我肯定是有感情的。我可没有说他对你没感情，我也没有说他不爱你，只不过是他没有你爱他那么爱你，这个你能不能接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就想，我有强烈的感觉，他绝不像你这么爱他那样爱着你。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只要跟他在一起。而他不是啊，他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朋友，还有自己的事情去做，这就是现实。你能接受吗？接受不了。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非常开心，对，但是他因为你占据了他所有时间，他会不开心，你能感受到，对吗？即使他在陪着你看鹅，他也是身在这儿心不在这儿，他没有你那种跟他一起看鹅的时候那种舒服享受，他是在应付，你是试图用你的时间占据他所有的空间，然后来得到的。但是不好意思，这个男孩他是希望有一定的自己的空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贵。所以，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还想和他在一起的话，我告诉你怎么束缚他，用自由束缚他。
你这么爱他，他也爱着你。如果你再给他想要的所谓的自由或者是空间的话，你们俩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反之，一定会慢慢就走向分手，一定会的。当他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反感，对吧？如果他比你更黏，天天跟你黏在一块儿，跟你梳头发，跟你刷眼睫毛，你也受不了。所以，当我们发现，在爱情生活当中有一个人，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对方的时候，这个人往往最后的结果是被抛弃，因为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你没有抱负，没有追求，你还有什么吸引力呢？爱一个人不是不可以黏一个人，但黏他是为了什么？黏他是为了照顾他，不是为了黏他而黏他，像块狗皮膏药一样。但是爱一个人也不应该黏得太紧，应该给他一定的空间。为什么？应该给他自由。我们有些女人总是认为，哎，人在一起，腻在一起，心就会在一起。错，你明明听她说了，她心根本不在这。那你说你腻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呢？不是招人烦吗？第二，爱人不要去强人所难。如果爱人之间强人所难，是在透支爱情的纵容。他明明反感，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你硬要强人所难，结果他跟你在一起，因为他爱你，所以他愿意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久而久之，这种事儿要是多了，透支的多了，他就不会这样做。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一定是分手。女人太独立了，让人很烦，因为她不需要男人。女人太粘人了，也让人很烦，像跟屁虫。怎么样最好？人格上独立，情感上依赖。你有那么闲工夫，你想想跟父母。适当的引导他，适当的分开，需要一次远行或者2次远行，让自己来体会他思念你的感受，你就会觉得，一旦你发生了远行，你也会思念他，是一样的，只是现在他黏你黏得太紧，你没有这种感觉而已。所以我建议你们是适当的分开一阵子，回到过去独立的状态，这样的思念才有价值。否则的话，天天腻在一起的这种价值1钱不值。就这样。谢谢老师。年轻人都有误区，我们年轻时候也这么想。既然是有爱情，两个人又在一起了，那不就是一个人吗？回过头去一看，当一个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甚至在我看来，他可能都不配恋爱。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这1分钟对你们来说，或许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一起进入黄金60秒。亲爱的，我在你眼里真的有那么粘人吗？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你心里还到底是不是以前那个分量。其实我一直都希望我们能够更理智的对待生活，因为你已经耽误到了我的生活，影响到了我的朋友等等。那我还是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如果觉得这样不好的话，那我以后改一改行吗？真的可以改吗？那我都说改了还不行吗？亮灯吧。实话实说啊，真改不了。能受就出来，不能受就回去吧。谢谢2位，请回。
来，请关门。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尤其是这个男生的选择，请开门。这女生肯定改不了，因为他们俩是互动的，这男生就挺享受的，他喜欢就没办法，所以请记住那句话，两个人都行，那就是你们俩之间的经典模式。男嘉宾小刘26岁，来自河北，在读研究生；女嘉宾小周24岁，来自陕西，在读研究生。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啊！同学是吧？对。学什么专业的？学化学工程的。你也是，太厉害了！女生学这个，主要是因为女朋友太痴迷手机了，是吧？对，她现在就完全一手机控嘛，手机根本不离手。我现在在她旁边就感觉自己跟一团空气一样。我觉得我还好，但是她每次都说我看手机比她看得重，但明明就没有。哦，这个刚才你们的这个。年轻的跟你们肯定不是一个学校啊，是本科的这个学弟学妹们，刚聊过，说他一天悲催的生活，咱们也按一天来说吧。你说他手机不离手，对，你给说说他都怎么不离手法？他从早上醒了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开始刷那个微信啊。那本来就是嘛，早上起来那么迷糊的刷手机肯定可以醒。但是他那个微信里面加各种人，加2000多个人，一晚上那朋友圈刷多少个东西？那也没多长时间，最多就几分钟啊。他就一直非得刷到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一条为止啊，这就很浪费时间了。每天早上最多也就10几分钟嘛，那也不影响啥事儿啊，总比赖床好吧？对，不影响你生活啊。可是每天早上我们会约好一块儿去吃早饭什么的，都要在楼下等半天啊。男生等女生不是很正常吗？就是嘛，你能等多长时间吗？每次超过半小时。就是，而且你们那专业肯定女生少，男生多，有个女朋友就不错了，别挑了。有时候上课会比较忙嘛，那早上的时间是比较紧的嘛。那可以吃饭吃快一点呗，又不差那10几分钟。哎，特好奇啊，他说你手机都不离手的话，你怎么就能保持那么强力的这个续航能力呢？手机其实也不是很好啦，每天也挺耗电的。他现在每天早上一出门就带一个1万毫安的那种充电宝啊。那别的女生都带化妆品什么的，她出门就必带充电宝。这你应该高兴啊。那不带充电宝，那手机没有。而且她每天都要刷1个充电宝，你想她每天就一直在刷。她又不化妆了，省钱啊。你应该再给她买一个1万毫安的。那我就真成空气了啊！他每天，你想他要刷一个1万毫安的充电宝，那他基本上的时间都在刷手机了。他走路的时候也玩，一个手拿着手机，一个手在那刷。有时候想拉手走路都没机会，就一直在刷手机。你为什么非要拉我的手啊？你可以拉着我胳膊，你也可以搂着我走啊。啊，我就觉得拉手才是情侣正常的走路方式嘛。有一次特别生气嘛，看他在路上就走偏了。你想老玩手机，肯定也不看路啊。结果他就撞树上了。你说那次呀？你还好意思说出来，你就让大家取消，我就诚心的，是不是？你说明明在路上走着呢，那么多人，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让我撞上树上去，当时不知道你挨的什么心？教训吗？就想让你别玩手机了。你给我教训，你肯定让我多丢人的呀。那还不是你自己玩手机玩的，在路上不就应该好好走路吗？那还不是因为你在身边，你不在身边的话，我才不看手机呢。还不是因为我很信任你，我才放心的玩。那我在你身边也是你男朋友，又不是一导盲犬给你指路的。你自己非要这样说，你说那你看到我危险的时候，你不能提醒我一下，你不能拉我一下呀？这不就想给你教训，告诉你以后走路的时候看路别玩手机了。就我觉得给他这种教训根本就没有感觉，就吃饭的时候，从进食堂开始，连饭也不打，就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就开始在那刷。然后就是你打好饭。对呀，我本来就是应该你打好饭嘛，一起吃饭那么长时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吃什么，食堂就那么点饭，还不应该你打了啊？可谁知道你哪天心情好了想吃什么，哪天心情不好想吃什么？不是你们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吗？难道我不应该问问他吗？不，这不重要，吃饭的时候说话嘛，我关注。不说，怎么没有说话了？你说话我没有答，是不是？我说了一车话了，你答一句啊？那我也理你了。
那朋友圈的人就随便给他回复一什么，跟他说一什么，他都秒回。然后我就坐他对面，就跟他说半天话都不搭理我。哎呀，我是多么的同情你啊，孩子！哎，你拿朋友圈跟他聊呗，就吃饭的时候，你亲想吃什么，秒回啊。他说我有病呢。哦，你这么干过呀？没有当着他的面干过，但是给他发过，就是他不回，我就觉得特别无聊。这些事情嘛，我觉得也就忍就过去了。啊、他现在就有些事情做的，我觉得特别过，令人发指了是吧？对呀、像微信里面抢红包，大家抢红包就为了娱乐一下嘛。他那抢红包都抢疯了。我们好不容易去看场电影，电影院里那么安静，大家都安安静静看场电影。我早都跟你说了，电影不好看，不想去看，你非要拉着我去看，我都陪你去看电影了，你还想怎么着？就他那一个手机屏一直亮着，旁边人有时候都莫名其妙的看我们，都觉得你们是来看电影的吗？他在干嘛？他就在刷朋友圈抢红包啊！我觉得在群里跟大家聊天比光看电影好看多。那你说你抢那红包也就。那些群嘛，也不知道他加各种莫名其妙的群，也就1分2分的那种。你抢一晚上能把那电影票抢回来吗？这兄弟，我就是喜欢，怎么了？不，你这话就不对了。你的意思说，如果他抢回来电影票，你不怪他啦？这也不是啊，就是说他抢这个东西抢的太莫名其妙啊。你们要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也这样吗？对呀、就有一次我朋友来嘛，我朋友都知道我有女朋友了，然后说吃饭嘛，带着她一块儿去。你说上餐桌上那么多朋友在那儿呢，他就全程一直在刷手机。我刷手机是为啥呀？还不是因为你们聊那些东西我都不感兴趣。再说了，我都不认识你们那些朋友。我提醒你好几次了，你还一直在刷。那你一直在和他们聊天，你让我干啥呀？那我朋友不也觉得特别尴尬吗？朋友说谁都不要看手机了，谁在看手机谁请客嘛。那你不也没听吗？你不觉得是在说你吗？怎么就是说我了？后来结果呢？他那次就当着他朋友的面还把我手机给摔了。哦，我当时不是特别生气吗？当着那么多朋友的面，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同学面子也不给。然后再说那手机不也没摔坏吗？我就看了看手机，我怎么就不给你面子？你说你们在聊天，我那么无聊，我不看手机，你说谁还得陪我呀？啊，是，你们聊的我不感兴趣，所以我看手机。我特好奇，你现在是不是对他也没什么兴趣了？所以你天天抱着手机？也不是，但是大家天天都在一起，你像上课也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然后上自习也在一起。就是没兴趣了呗。他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必须有事儿才要说话，平时没事儿不说话。那情侣在一块儿，大部分话不都是废话吗？哪有每天都有事儿啊？哎，那他这样，他会不会在朋友圈里秀7秀8的呀？会啊，就网上那些东西他都要秀。什么？他秀你吗？你告诉我。秀我不太多，他在朋友圈秀什么侧脸挑战那个，当时还是冬天大雪天的，非得去操场上拍什么侧脸挑战。当时我就拄着个手机去操场上给他拍，拍了1个多小时。那你还说呢？手都冻僵了。要不是你拍照技术不够好，能拍那么长时间吗？我觉得拍的挺好的，就没有一张他能看得上眼的。那肯定要，大家都在朋友圈晒最好看，那我肯定要挑好看的呀。然后那个网上的还有那种什么冰桶挑战。哎，这个好哎，他也非得参加。你给他弄冰桶教呗。他那个小身板哪能经得住冰桶挑战啊？那他怎么挑啊？然后他让我去挑战。你看好多明星都在参加，这有什么不好呀？让你跟下潮流还咋了？那冰桶挑战了，那一桶冰水从头上浇下来。我感觉整个人灵魂都出窍了啊！我半天反应不过来啊！这又怎么了嘛？明明是夏天，又有什么关系？本来想让你太娇气了，夏天。那夏天那挑战完了，挑战完那天晚上就感冒了，还发烧了。那谁知道你身子骨就那么弱呢？平时不锻炼，倒还怪我了。啊，后来什么网上又有那种带女朋友去旅行啊，其实旅行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当时就是，两人课都比较多嘛，当时没有时间。然后我就跟他说，等大家都有时间了，一块出去玩嘛。所以我就只是想拍一张照片呀。我们本来就没有去玩嘛，他非要发朋友圈，也不知道他去哪儿找了一个楼顶，7、8层楼的楼顶，然后就非得去楼顶，还要拍那种悬空的感觉啊，就是因为没有去旅行，所以得拍点特别的照片呀，表现一下咱俩感情有多好多浪漫，不行吗？那楼顶多危险，你非得去楼顶拍，那你半只脚都已经踏到楼外边了，你没感觉啊？然后我还在里面使劲往里拉他，你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啊？现在玩手机玩的整个人都不好了。
颈椎疼，经常让我帮他按摩。这又不是玩手机玩的，现在学生有哪个颈椎不疼呀？又不是因为玩手机玩的，明明就是学习学的，你就非得把这俩扯在一起。那你现在每天低头刷好几个小时的手机，对颈椎有好处啊？颈椎不行，还有别的吗？他现在眼老是眯眼眨眼那种，他眼本来就近视嘛，本来就不好啊。每天刷好几个小时的手机，那对眼睛能有好处吗？这肯定是没好处。那这样大家还都不看手机，不玩手机了？那也得适量啊，那谁像你那么疯狂啊？而且现在玩手机玩的，他精神都有问题了。我怎么精神就有问题了？你才精神才有问题呢。你看这姑娘。他现在就老是有幻听啊，走路上然后突然就把手机掏出来说有人给他打电话，明明屏都是黑的，然后非得说有人打电话找他，这又怎么了呀？我就受不了别人发消息的时候我看不到。他现在就是玩手机玩的，就是不光影响我们生活，也影响他身体。我说他很多次了，根本就没有改。那你今天来干嘛来了？就希望专家可以。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然后让他改一下。他总说我玩手机影响了我和他的感情，但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因为在一起可能时间长了，然后对我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不满意。那你今天干嘛来呀？我明白了，今天他是把爱宝当成了手机综合症诊所，他是带你来医院的。你干嘛来啊？我觉得我还好，我并没有他说那么夸张。你还爱他吗？我给你出一个题吧，特好回答。他和手机掉水里，你先救哪个呀？他会游泳啊？他会游泳。他的答案是他会游泳，手机不会，挺有意思的。哎呀，好了，老师们该怎么办呢？今天你们就当一回大夫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问你个题外话。你最喜欢哪个偶像？刘亦菲。如果刘亦菲跟你在一起玩一天，做闺蜜，你会玩手机吗？为什么呢？那本来在一起时间就很短，而且很难得，机会很难得。如果玩2天，你还会玩手机吗？应该也不会。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你的偶像在一起，你就不会玩手机了。所以你并不能说是有手机综合症，至少我先帮男孩你诊断一下，你的女朋友不是说她离不开手机，而是你并没有成为她的男神。她刚刚要了一个女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女的偶像，她就可以为了她2天不玩手机，而你作为一个她选择的男朋友，她可以把你视若不存在的隐形人。所以不是说她到底有没有病的问题，而是你并不符合她想要的人。我觉得对于男孩来讲，每个人在爱情面前都有自己的感受，你都已经被对方或者你的内心已经感受到对方把你当隐形人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停留在这个地方呢？不如好好的找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这样的话你可能心里边才会更踏实一点。其实这个手机综合症啊，或者你这种状况，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手机综合症啊，它不光影响你的皮肤啊、视力啊、颈椎啊，它更影响什么事情？就是感情，从朋友到亲情到爱情都会影响。况且，在于你们目前感情基础可能没有看出那么深厚的时候，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儿。首先，我在揣测为什么女孩这么痴迷于朋友圈的点赞，因为无外乎就是在刷存在感，还有在朋友圈里头充斥着虚假的包装出来的那些场景，就如同根本就没有去旅游，还要在7层楼之上扮装成旅游了很幸福的样子给别人看，别人认为你们很幸福，恰恰你在秀幸福的时候其实是伤了自己爱人的心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虚拟和真实之间你选择了虚拟，在远和近的时候你选择了远？试想一下，你在朋友圈里头所有喜欢你的或者你喜欢的人，所谓的那些朋友，真正当你出现了危险，当你出现了情绪低落的时候，谁在你身边陪伴你？谁给你安慰？谁给你爱？手机不会帮你的，只有他。而你呢，根本就吝啬你的对他的关注，必须做调整，否则手机真的会成为第三者。
真的会伤害到你们感情，是实实在在的伤害。所以姑娘，回到真实，回到现实，把心收回来，把关注度放在身边的人，好好去爱他们，就是爱自己。所以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在朋友圈里面发信息，因为朋友圈里面加的不是朋友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互联网极大的方便了大家的生活，但它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让那些真正忙的人变得不忙，它让那些不忙的人变成假忙，让那些真实的感情变得虚伪，让虚伪变得疯狂。你比如说，你说以前吧，这个要祝个生日快乐，好歹得寄封贺卡，要再不行打个电话，现在多容易，点个赞就成。所以你在朋友圈当中，你根本看不出哪些人是在真正的赞美你，或者是在祝福你。太多的点赞，所以我很少给别人去点赞。如果真的我觉得对这个他的这个事儿我有感触的话，我一定会做一段比较详述的评论或者是评价。还有，我们基本上看朋友圈很少能够看得出哪些人生活的到底怎么样，好像一看朋友圈个个都过得风风火火，风生水起，今天在这儿玩，明天在那儿玩，今天吃那个，明天吃那个。事实情况是这样吗？事实情况一定不是这样。我们经常用手机，经常用电脑交流，使我们丧失了一种最原始的生物之间的交流，就是目光的交流。我们很少说话看着别人的眼睛就说话，但其实眼睛脸上的表情其实是表达的一种重要窗口。一个人生气不生气，一个人是不是心里有事儿，一个人是不是有思念有牵挂，脸上一看就看得出来。但我们现在很少有目光的交流，所以我认为其实很简单，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扔掉手机，还能够正常的过日子，你就好好谈恋爱。如果你要是真的缺了手机不行，那你就去想一想，你手机当中朋友圈当中所描绘出来的你所谓的生活场景，和你事实生活当中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每天的生活场景是否相同。如果他们定格的画面是不同的，说明你已经被虚伪给迷惑了。那你干脆不要在现实里面谈恋爱，你就在朋友圈里面去谈恋爱就可以了。姑娘，我现在其实就想让你做一个选择，你得在心里做一个选择，是要手机还是男朋友，你都不用跟我们说，因为你真的到了选择的时候，手机现在在你的心里变成了另外一个符号了，你心里有一个虚幻的繁荣，你所有的东西已经不在他那儿了。珍惜眼前人吧，脱离那个伪装的浮华圈，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我们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也挺好的，你当时也挺安静的，也挺会照顾人的。我也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你现在这么痴迷手机。我现在真的觉得，现在感觉就跟一个手机在吃醋一样。如果你真的不能改变，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我也知道，有时候确实会因为我玩手机，然后有点忽略你。而且刚刚听到老师都说，我觉得其实确实是有一大部分原因都是我的错，所以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请亮灯吧，回去吧，两位，谢谢啊。请开门。知道你还是爱我。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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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兄弟，你问他还玩手机吗？问。玩了。你看看。